听四月说中文。嗨，大家这周过得好吗？这几天又要有台风了，只要在台湾这个季节，就是一堆的台风。那无论如何，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然后不要有太多的灾难发生。那我这次要分享的是最近比较常在做的事，就是去买家具。因为现在是租屋的状态，明年才会搬到新的家，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在找家具了。那有发现一些有趣的点，然后想要和大家分享，也说明一下在台湾小的家具店购买的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希望你们也会觉得有趣。那我就开始分享今天的主题，在台湾买家具。你喜欢有设计感的家具吗？在台湾呢，一般买了房子之后，大部分的人都会找设计公司帮忙装潢。所谓的装潢就是装修房子的意思。如果是新的房子，就会请设计师帮忙设计各个空间的柜子啊、灯具、地板等等。那比较老的房子的话，可能还会包含重新整理内部基本的环境，像是水电、管线等等。总之呢，除了可以移动的家具，像是沙发啊、床和桌子以外，其他都可以交给装修公司完成。当然，如果你要包含选家具的部分，也是可以请设计师帮忙的哦。那也就是说呢，其实在台湾，我觉得没有这么流行自己购买全部的家具来装饰家里。当然，原因有很多啦，无论是都市房子比较偏小，需要设计实用的柜子，或是因为台湾常常地震的因素，可以移动的大家具，有些人觉得太危险了等等。尤其是空间小这点，因为需要很多的收纳空间，也就是可以放东西的空间，所以如果交给设计师来规划，就可以考虑到很多地方。但如果是买现成家具，常常可能因为尺寸的关系，没有办法完全利用整个家的空间，就会造成一些空间上的浪费。不过当然也有例外的状况，像是如果刚买房子啊，没有什么钱，也希望省钱，不想花太多钱在请设计师上面的话，就可以自己去购买家具，选择你觉得能力范围内的家具来使用。但这也很看每个人对于这些家具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如果只是希望能使用就好，那么就有很多选择。但是如果是要好看，然后又要配合整体家里的氛围，那就要自己伤点脑筋了。最近的我就是这样，因为新家快要盖好了，最近开始疯狂的逛家具，也开始去拜访了各种家具行，像是连锁的 IKEA、Nido 啊，到小型在地的家具行都有去，越看常常越是犹豫不决。加上预算有限的关系，所以更是希望能到自己很满意，我才敢买下去。那想必大家对 IKEA、Nido 应该都蛮熟的，所以想要分享去小间的家具行挑选的情形。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因为在网络上看到家具行的广告，或是自己用关键字搜寻自己想要的家具风格后找到了店家。而大家也知道，在网络上看到的照片，很常常都是有修过图的，实际看到的时候都差很多。所以每次我在网络上就会先问店家是否有实际的照片可以让我参考一下，先确定和想象中没有差很多，我才会进一步询问其他资讯。而有些家具看过照片之后呢，多少可以确定购买的意愿了，但是有些对我来说却绝对不行。像是沙发这种家具，因为实在是坐过太多感觉不舒服的沙发，所以即使看到照片觉得满意，还是想跑一趟实体店面看才安心吧。但是又会碰到一个问题，有些沙发不一定店内有展示，所以这时候又要把这个选项删除。常常觉得好不容易找到了又要换，好痛苦啊。
另外，最近让我特别头痛的就是餐桌，因为餐桌对我来说，除了是吃饭用的以外，还希望可以拿来工作，因此我特别在意餐桌的款式，加上希望餐桌不要太容易掉色，能用个好几年，所以也希望多花一点钱买好一些的餐桌。为了这个餐桌也是跑了好几间不同的家具店逛，希望在预算内买到自己喜欢的餐桌。那么去逛小的家具店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首先，很多比较新的家具店都会需要先预约才能去，所以可能要先打电话或是在网络上填好资料再去。另外，到了之后，虽然服务员不会特别打扰你，但是可能会稍微关心你一下。至于很传统的家具店，我就不是很确定，但你可能不会像去IKEA 一样，能够完全不被服务人员给关心哦。再来就是看到喜欢的家具，通常都可以问是否有其他的款式，像是很多全部用木头的家具，都可以选择不同颜色的木头，而像是桌子这种，更是可以定制不同的大小。我觉得选择真的还蛮多的。那像是沙发，因为有太多不同的布料，可以选择的颜色和材质也很多，通常都可以问问服务人员是否可以更换。最后就是，如果你确定要购买的话，而且是需要定制的家具，就会需要再和店员确认运送和需要的时间，都可以另外再安排。只不过都要先付一笔小的定金，以免你中途又不想要，造成店家的亏损。整个流程其实并没有感到很有压力耶，可能我碰到的服务人员都很亲切吧，也给我足够的空间逛，所以整体的体验我觉得都很不错，也让我有勇气再去逛别间，不像一开始不敢走进那些看起来都没有人的家具店了。不知道台湾小的家具店的服务流程和其他国家是否差不多呢？我觉得如果你也想要自己打造很特别的家，无论是租屋还是买房，都可以去看看这些小的家具店。虽然家具的价格都是不便宜，感觉很像精品店一样，但是大部分服务人员应该都会让你慢慢的逛，也不敢打扰你的选择。毕竟要用10年的东西嘛，如果选错了，真的会很困扰的。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子的。那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我也会持续的更新，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那我们下次见，拜拜。